在湖南的群山之巅，道路纵横交错，四通八达。在一处偏僻的山谷中央，无人机无意间捕捉到2栋房屋。一栋废弃的泥土房仍然矗立在山谷的中央，而旁边的一个矮小的房子紧邻路边，2栋房屋之间竟然还开垦了菜地，周围还有家禽来回穿梭。徒步前往，得知是一位年近80的老人独自在这里过上闲云野鹤的生活，享受大自然的清静，呼吸着负离子满满的空气。与老人的谈笑之间，让人感受这里是一处修身养性的绝佳之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兰，祝大家朝朝好运，谢谢安兰。现在我来到了湖南一座大山的山谷深处，这里四面环山，环境十分的安静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里有新旧交替的电线杆一直延伸进这个山谷里面，所以我判断里面应该还会有人居住。不过有时候呢，我们还是判断失误了，里面没有人，房子已经废弃了。不过我希望这次判断是正确的。好啦，现在就让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嗨，大家好。我们站在这个山谷的入口处啊，刚刚听到这个山上面啊有砍伐的声音，不知道这个山上面是否有人在砍伐竹子或者是沙木。我问一下，你好，山上有人吗？山上有人吗？哦，在砍竹子啊？哦，你一个人呐？哦，好，注意安全啊！是的，看我的听力还算是不错的。在这里还堆放了许多已经所以上面这位回答我的人呢，应该是一位大叔，年龄应该在50、60岁左右。一个人在这个比较陡峭的这个石头山上面啊，还是比较危险的。这条路面呢，它是一条新开挖的一条碎石公路。从这个路面看啊，过路的车辆还比较多，因为压得还比较紧实。但是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山里面是不是还有人住了。正常情况下，像这种新拉的电线杆里面应该是会有房屋，这是最基本的。但是呢，有没有人住，这个就没办法去判断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判断失误，走进去看呢，房子有，甚至已经倒塌了，或者是破败不堪了。但是还有的呢，就是里面没有人住了，搬走了。我们走进来这个距离啊，不是很远，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啊，就能够看到有一吨矮小的泥砖房在前面，距离离我们这里的直线距离大概在80米左右。我们看看，是老年人住在里面呢，还是做养殖业的人住在里面？因为现在基本上住在这种深山里面呢，只有这2类人了，没有年轻人会住在这个山里面了。不管他是做什么样的工作，做养殖业的人，年龄基本上都是在50、60岁，要么就是爷爷奶奶们留着在这个大山里面。因为这个地方啊，虽然安静，交通不便，但是啊，喝的山泉水，吃的自己种植的瓜果蔬菜，自己养点鸡啊，养点羊啊，还是自给自足，过上去还是没有一丁点问题的。
只不过呢，周边啊，找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遗憾。我们走近一看呢，这个房子应该是修了不超过2年时间，因为上面弄的水泥啊，都还算是比较新。而且看上去应该是一位独守老人居住的地方。哇，这里是一个杂物间，就房子做的是一个简易房，就一个普通的泥砖房。里面看还有。哎，你好，有人在家吗？哦，老人家你好，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啊？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啊？呀，你的是我们一家人出来玩呢。一家人来玩嘛？啊，我们刚刚从村口跟那位爷爷奶奶聊了一下天，他说这里面没有几个人住在这里面了。啊，都走了。都走了。年的时候也有100多人。啊，以前有100多人，现在都没人住了。现在掉就走了，都去城里了。都住到城里面去了。我也去城里，我个真的嗰個。啊，你也住城，你的小孩子也住城里面。我有2個女1個仔呗。啊，2個女，1個兒子。但是你为什么一个人还住在这里面呢？不孤单呐？现在是5个村变成1个村噻。啊，以前是5个村，现在变成1个村了。以前这一片住的100多人，现在就只有。走的100多人。以前一个走100多个人。那你平常到了下雨天、下雪天就会去城里了？我都會去的。啊，平常就是偶尔住这里住一住。他是個路通嗰陣天通的。路通了，电通了。如果是没有电的话，你肯定不会回来。这个电拉了多久了？拉通多久啊？有2年吗？是2期，现在是4期。啊。原来我听到说你去了，10年前怎么搞的？都走了。啊，都走掉了。以前是2根线，现在是4根线。4根线。这个电拉通了有多久？有根是5年先咯。啊，拉通了有5年吗？线还可能不满就这几年。只有几年啊？线有根是宽带线。啊，那个房子是你的主屋吗？不是，我不是我的。别人的主屋啊？别人的，那个人我不去的，没去的。啊，已经多久没人住了那房子？好久没去了。有10-20年吗？先等的去的，人来去的。啊，有20年没住人了。好多年嘛。啊，具体10年没去了。啊，10-20年没住人了。这羊是你养的吗？羊不是我养的。哎，我怎么听到羊的叫声呢？有羊的叫声还是，我的整个他的我的口啊叫。啊。羊叫啊。啊，我刚刚听到羊叫了。我也听到。是羊叫吗？是山羊叫。是羊叫啊。啊，这个鸡是你养的吗？鸡是的。啊，鸡养了。但是你平常要是不住在这里的话，你不怕这个鸡被别人偷啊？不带走。啊，你还是会带走。啊。养了多少只鸡呢？养10只鸡不走。10只鸡。以前这一片是你的土地了。是我的。北老山都是。这个山也是你的山。山，我们那走有8多人吧，10的吧。整个这一片山都是你的。看到。啊。上面都是通了。啊，上面收拾通了。人家，我的人家了。没，这边是没有人家了。你那是好多干人啊，以前这里面住了好多人，现在全部空了。我看到电线还可以往里面走，那里面还住的有人吗？里面还有人吧？啊，从这个电线一直拖到这里面去，就围着山打圈了。啊，那还有，这里走进去大概还有多少公里会有人呢？3公里、2公里？上面，说明给的冇去人了，买飞机都冇飞。啊。其他他呢，他把全部说那个，其实他可以退休，他60岁了。啊，60多岁了。他不是退休吧？啊。我是这种情况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是再往里面走的话，里面就没有人了。啊。哎，你的年龄应该不大吧？72岁。
你78了，那我喊你喊伯伯。你78岁，你这看起来非常健康啊，人非常健硕啊，人你看非常精神。那你一个人住在这里面，要危险嘞，很孤单呢，没有人呐。有电视控嘛？啊？有电视控有，而且天气的还有。啊。有电视控。有电视看。啊。但是你没有说话的人呢，还是不好嘛，你没有伴嘛。所以说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哎，你的心情好，你这房子是你自己建的还是政府帮你建的？我自己定的，但是政府那个批的有80块钱，7个月是提个好多年了吧？啊，这房子，是啊，这个房子是你，这个房子是你一家人的还是2家人？带的我一家人，我自己起的。啊，一家啊。我是人的困难，现在人人主要是批的。啊。现在批的户的批的我名字。明白了。明白了。好了，现在你差个屋头呀，还是给他8块钱我都没有差，我只有带了8个字啊，这个小的。现在我会负责。有啥就啥去，他反正都有去了。明白。就是他就没差了。他就没差个屋头没差。你这房子修了有2年吗？这房子是去年修的。啊，这房子是去年。去年修的。下个地方是的，我都是自己的。大自由如果是大西瓜，你还是不行去。大西瓜还很容易噻。明白。这个瓦房这是你最早的房子。我不是最早的，最早的是上面。最早是上面，这是后面你临时修，这是3年前修的，这是去年修的。后面的刚刚去年修的。修的。那个啥不东西都城市大概都认的都。这个路是后面别人帮你挖的吧？挖的城市排挖的，我没去进。哦，我这里还看到老古董哎。这个2个电视机是你的了？这是你们老的要那个。这是老电视机。这是黑白电视机还是彩色电视机？彩是彩电的，但是我不是扔了。肯定坏了，那就扔掉了啦。我都没看过。这个上面你是架了锅可以看电视的。我是原来我这后背，哎呀，我是后背，现在个脑壳，那个搞不掉了，我反正就去查。我知道。这个是你的一个杂物间。首先先个杂物的洗干净。我们这边真的还这么就有地不？现在呀。这是里面的这些柴火都是你自己去山里面搞的。搞的。哎呀。有烧快烧1块钱。你烧了液化气。我不是住那个的，我就个几分钟那个。其实你这里是可以给你装网络的，但是你的女儿不同意，因为帮你装了网络，你就不愿意出去了。这样子就不给你装网络，你就待不下，你想方设法都会跟他们去团聚。其实儿女们都还是担心你的身体。以后这个地方我听别人说会铺这个水泥路面，会铺吗？会铺。这里还是会铺。会铺。临时的人就会搞的。水机头还头来了有那人来空楼呗。那你这里以后来来往往的车就会很多啊，来来往往的人也会很多了。前面那户是不是大户人家？那个房子没人住的。很多姓邓的，他那个还有几个在不里回来了。他也是有几个儿子。他有几个儿子。但是这户人家就10几年没回来。政府不得钱知道吧？那个土地屋不能去吧？土地房肯定不会让他住了，因为没人管了，一下子就倒塌了。都不能去了，我们的房子都不得钱。国家不能去。就是说那个土地屋不能去。还有人这个到去的啦。如果是这个土砖房，如果一直住的人还是可以的。还人不走还是可以的。我都20多年都没到位，20年了都。那去50都15年了。但是没人去都有10几20年了。这个房子已经有50、60年，有20年没住了，但是这个房子都还没倒。但是你再等个3、5年没住，人就会倒了。还有留着，还也是水就不倒。是的，这条路挖了多久了？去年挖的，以前也是这座山咯，完全把它挖出来了。挖过来的。我以为这条路挖了有几年了嘞。这个底下都是河嘞，
啊？这水还是从这地下过哎。啊，这水还是从地下过的啊。如果是那个挖起这里搞大就行了，就它过得多一些，就不能这么水过。啊。我带个肥的。你这个也是山泉水了。山泉肥，肥很好哎。嗯，水非常不错。肥，这些山泉喝。啊，山泉水很清澈的。那你喝水就是喝这个山泉水了。水到的屋。啊，水到了房子。你这里有自来水呀？有自来水吗？没有装，没有装。啊，没有装。就是喝那个水酒的吧？啊，就水酒的吧？啊，就直接喝山泉水嘛。然后就是好些了。身体好一些。这里啊，如果是有个些腿一偏的心人多的，其实还有便宜。哎，对，喝山泉水肯定对人体更好了，比在城市里面喝的那个自来水肯定要健康。哎，你贵姓啊？我一直忘记问你。姓蔡呀。蔡呀。姓蔡。啊，蔡应该喊蔡伯伯了。一定啊，这老这蔡伯伯嘛。蔡伯伯你好，你身体很好。啊，身体很好。哎，你的牙齿为什么保养的这么好哎？牙齿也不是好哎。哎，你的牙齿你看都没有掉啊，你看。没掉。是的，你的牙齿你看，其实你看我的牙齿都快掉完了。你的牙齿为什么这么好呢？那个牙齿，有什么保养吗？还是说？治痰口。每天早晨必须都是有牙膏吧？啊，牙膏。把牙膏弹口。啊，就是牙膏稍微摸一点就好了。我的牙齿不好，但是我看到你的牙齿，78岁的牙齿都还这么好。你平常以前出门的话是骑摩托车的还是？我的女他不给我骑，他怕他太快了。啊。他怕打头。啊。我知道河里现在那身体比较黑呀。啊，现在你女儿就是不让你骑摩托车、自行车都不让你骑了。有单的实在的不挺骑。啊，都不让你骑了，因为这个路不是特别好走，防止你摔跤了。以前住在这个里面，小孩子读书很不方便。他呢，就是搞城市哎，就把玻璃摊个合同。你们家里这里一户人家有10几亩田呐？有10几亩田，我们这个组的5家人家，我应该有10几亩田。啊，你们这一个小组只有5户人家。这5户人家。5户人家，每一户人家有10几亩田。不是每一户总共就有10几亩田。啊，就是这个小组5户人家。总共是10多亩田，都是田嘛。啊，以前这一片都是农田，啊，那也就是一户人家大概是2亩多田了。有。2亩多田3亩田。3亩多。啊，那吃饭不是问题。吃饭没有问题，我们都没有问题。啊，吃饭不是问题。现在有只有钱要买，我哪里都要买呀。啊，以前不同嘛。以前没得买，再一个你这个地方路不通。我们市里进到街头吧。啊，是的。对的，现在你把路挖通了以后，四通八达，山旁边就怕这种山体滑坡。对，那大雨。就要下大雨的时候，就会搞到房子旁边就很麻烦，很危险。但是如果是通个路的，他就会来固定，就会来搞。啊，他就会把这个山体做一些固定。就会搞，会固定。对的。这个山里面全部都是石头。填起来的吧？这都是那个这里挖的坑，这路挖的坑，把它填了。是的。对，所以吧，原来是大填来的多嘞。现在填不掉国家个太小路吧？是的。是吧？没有人愿意种田了。他还是赔钱，但是不一分坑，他要么也不赔。以前你这里种田不缺水了。不干费。不干费。你的那个孙子啊、外甥啊，他们愿意到这里来吗？他们都来看一下子。啊，就这里看一下爷爷，看一下外公。啊，没事。热天很好，蓝天很好。啊，夏天过来玩也可以。有的无论什么时候，蓝天就热天都可以改变。是的。只有没有天个时候还是可以的咯。到这里面过来避暑挺好的。今天周末，他们就过来看一下你。再隔段时间，一旦下雪了，就要把你接出去了。啊，是的。所以说我们今天运气好，要不来的话，你都已经跟着你儿女们去城里面生活了。是的。你一个人住在这里面。那个名人给批的。
但我还是有个天真的搞个好。是的，我是说，如果你一个人住在里面，儿女们还是肯定担心你，担心你的安全。担心了。哎，现在还是挺好哦。还是可以不赢的。你这里面我好像看到很多人都很高寿啊，好多80、90岁的人。那个没命，那个没有可以命。我们去那里面看看，去那里面山谷里面走走看。啊，是啊，去那个山谷里面走走看。去那里面走走看。反正周末啊，出来就是相当于登山啦、锻炼啦，山里面的空气好了，锻炼身体啦。蔡伯伯，打扰你了。好，谢谢。这个以前是池塘吗？还是田呢？它都是田，给龙山都是田。这一片全部是田。全部是田。它后那就不算草。放。它如果是用在这个里面，它就会翻好。以前这里全部是田，现在全部给放掉了。那好，你先在家里休息。好，谢谢。刚刚这个蔡伯伯说了，整个这个山谷中央全部是农田，现在你看看，只适合羊、牛来这里来吃草了，全部废弃在这里了。但是以前整个这一片只有5户人家住在里面，所以刚刚蔡伯伯也说了，住在这个山谷里面呢，对于他们这5户人家而言啊，吃愁这块是不用愁的，但是你想过上很好的日子还是有点难度。当然，对比山的另外一边的那些村民而言呢，他们这一片呢就相对要好很多，因为这5户人家每一户人家接近有3亩田，那么粮食是不愁，但是像另外山头上的，他们的田才1分田，那么他们要吃粮食就必须要把山上的竹子啊，这些值钱的树木呀，要通过自己的一双肩膀扛到外面去，把它变成钱，才能够解决一家老小的生计生活。所以同样是一片山，但是会产生不同的生活境况。这些电线杆都已经废弃在这里了。蔡伯伯说，以前这个山谷里面住的有2户人家，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任何生活的痕迹了，因为这里以前都是泥土房，泥土房只要3年不住人，它就会面临倒塌。好吧，我们走到这个山谷里面，就不想再往前走了，完全是一片非常安静的地方，而且在这个大山里面呢，有野鸡，有野猪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动物。当然，这些奇花异草啊，还有野果子啊，那肯定是不用说了。蔡宝宝，里面没什么，那里面是完全就是没有路了。是的，所有的房子都看不到了，所有的房子都看不见了。对的，完全看不到了。是的，这是你的厨房了。你家里看看。哦，这个是搭的那个透明的这个瓦了，这样子采光就很好。对，这个不用你麻烦了，我们就看一看。你这个地方冬天你这里不漏风，冬天这里不漏风吗？哦，你这是搞的一个白色的薄膜了。薄膜。我说这么大的孔，我说这样子风吹来会很冷的。这里啊，在这里也可以。这里啊，但膝盖就不行了。你这里还搞的一个小的电视机啊？个人呀，小的没好多钱，大概也100块钱的，就可以了。还有电视机嘛，有荧幕嘛，这个也有荧幕嘞。这个也荧幕。我正开始做，都没得钱，都不得停。是的。
他就是这洗衣机啊，那个摆人啊，那个冰箱都有啊。这个洗衣机是好的吗？那个是冰箱。这冰箱是好的吗？是好的，都是好的。等于你这个地方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2个人住在这里面都可以。最好的了，没有办法吧？现在第2个都走了。是的。哎呀，你这里面搞得好干净呢。啊，不干净嘞。你这个是上面抹了一层水泥了。那是水泥，这么全部水泥。是的，但是这里面你搞得干干净净的。蔡伯伯，你很会享受生活啊！你这里还搞了一个吊床。我的也可以去的嘛，这个是。啊，你这里还搞。人不给我哭了，他们说了，给你哭那不穷了。是的啦，你这里还搞了一个吊床，挺方便的啦。啊，那个有个小的来的，他就是倒过来。就这样子。还有倒过来他舒服，他都怎么混到这里啊？所以说你的孙女们到过里来，可以躺在这上面悠闲一下。那浴室的什么都有哎。啊，里面什么都有啊，里面还有一个大的电视。啊，这里面就是睡觉的地方，这上面还吊了顶呢。你这上面也吊了顶。你看爷爷爱干净吧？看到没有？哎，没有。啊，没关系。好，下次再来玩，好。好，谢谢。这位78岁的蔡爷爷独自生活在这个山谷里面，自己养了一些鸡，种了一些菜，呼吸着负离子满满的新鲜空气，喝着纯天然的山泉水。这样好的悠闲的田园生活，你们向往吗？好了，今天的山谷探险之旅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